大家好，我是阿健，做一个温暖的厨师。冬天又到了吃红薯的季节，今年雨水比较好，可是个大丰收年，红薯特别的好，汁水饱满，又大又脆又甜。今天用红薯来做一个我们江西萍乡的地道特色美食——糯米红薯粑粑，外脆里糯，带着糯米的清香和红薯的清甜，想想都流口水。接下来就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。今天一早上有看到一对老人家在卖红薯，才1.5块一斤。虽然家里有很多，但品种类似有点不一样，而且看老人家挺不容易的，就买了10多斤，随便挑了几个大的，给它先清洗干净，然后削去外皮。今天买的红薯有2种，一种是蜜薯，一种是苹果红薯。苹果红薯比较脆，颜色比较浅，生吃很好吃。蜜薯就颜色深一点，好看一些，淀粉多一点，肉质硬一点。去皮以后，随意的给它切上几刀，这样更方便煮熟。切好，全部放到高压锅里面，加入没过红薯一半的清水就可以，然后扣上盖子，上气压8分钟。煮红薯的时候，满屋子都是香味。时间到，再稍微焖一会儿，消气，然后打开高压锅盖，看着真的是非常有食欲，而且这个水也是刚刚好的。然后倒出来放入大碗中，趁热把它捣成红薯泥，再加一点点盐。加盐是为了更好的突出它的甜味。虽然红薯是甜的，但是里面需要加糯米粉，所以多少要再加一点点糖。不需要等它完全冷却，就可以直接加糯米粉。2斤多的红薯泥，我大概加了不到2斤的糯米粉。其实这个也没有固定的比例，因为每次蒸出来的含水量是不一样的。但是红薯一定是比糯米粉要多，这样才会更好吃。也不能太少，要不然揉起面来就不易成型。用擀面杖给它搅拌搅拌，再下手给它搓匀。做红薯粑粑跟做艾米果有不同，做艾米果是一定要把面揉劲道，红薯粑粑就一定要用这种搓面的方式。主要是因为红薯的比例占得多，用揉的方式很难成型，而且很容易粘手。最后把它搓成这种光滑柔软一点的面团，然后手上再稍微打湿一点点，揪一小坨面团，先搓成球，然后再给它按压成饼状。这个小饼也可以做得厚一点，这样吃起来才带劲。面搓得好不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小饼的边缘就可以。如果它是不开裂的，就证明这个面团搓得非常好。全部将其做好后，再放到盘子里面备用。再揪一坨，给它搓成小圆球就可以。丸子的大小根据自己的嘴巴大小来定，这个没什么难度，挺简单的，但是过程挺治愈的。
没几分钟就全部做好啦。将锅烧热，然后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，锅中油温烧至5-6成热，然后我们稍微关一下火，待油温降至3-4成热的时候，我们再开最小的火，把红薯粑粑放进来，一个一个的放进来，避免粘连到一起。下锅以后晃动晃动锅，不要去搅动它。如果油温太高了的话，粑粑表面很容易烧焦，但是里面却没有熟。全程保持中小火，像这样一直炸，炸到表面起了一层酥皮，定型了之后就可以翻动。这样翻动的时候它就不会散，随便怎么翻动都是完整的。朋友们，阿健每天都会分享2道简单易学的家常美食。如果你每天都在为吃什么、做什么而烦恼，那可以多翻翻我的视频，主页已经更新了1000多道美食，总有一款是适合你喜欢的。要是还有什么想吃不会做的，也可以在我评论区留言，我看到后立马会回复大家。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一直炸到表面金黄鼓鼓的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大火给它收一下油，也能让它更好的上色。喜欢吃嫩一点的，现在就可以出锅。如果喜欢吃香一点的，那咱们再给它炸个几十秒。2斤多一点的红薯，2斤的糯米粉，分了几锅来炸，很快就炸完了。刚出锅的时候挺香的，如果不怕上火，也可以趁热吃。如果怕上火的话，咱们也可以蒸一下，这样就不用担心上火啦。外皮是酥脆的，咬下去能听到嘎吱的声音，这是因为在油锅过程中，丸子表面的淀粉等成分迅速脱水变干，形成了酥脆的硬壳，里面是软糯香甜的。红薯本身质地软糯，经过蒸煮和搅拌等工序后，依然保持软糯的口感，而且红薯的甜味也被充分释放出来，让人吃了还想吃。我们一次也会多做一些，冷却以后进冰箱冷冻起来，想吃的时候拿几个出来蒸一下，特别的方便。如果有喜欢吃红薯的朋友，一定要收藏起来，给家人分享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视频见。视频的最后，祝大家天天开心，8颗牙齿晒太阳。